下一组要来1v1 PK 的是高寒和小四爷。马上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他的表演风格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活人微死。掌声有请高寒。朋友们，还有楼上的朋友们，下午好哈。我叫高寒，其实我是一个富二代。我爸是养鸡的，养了1万只鸡，村里人都管他叫养鸡大王，也有人管他叫蛋总。作为养鸡大王的儿子，养鸡王子，我觉得鸡很可怜，鸡没有人权。就为了不浪费饲料，长得慢的鸡我们会把它吃掉。小规模养鸡不用这样，但咱家养鸡场是个大厂，大厂就得搞末位淘汰，是吧？狼性文化，这种狼性文化让我天天吃鸡。它不是一般狼性文化，它是黄鼠狼性文化。天天吃鸡。当时我上小学1年级，我同桌问我，他说：“高寒，今天星期几？”我说：“不知道你星期几，反正我天天星期4。”就是这么疯狂，写日记都是狂人日记，一翻开满本写了2个字儿：吃鸡。当时真的同学们都嫉妒我，都恨我。总有刁民想害养鸡王子。下课莫名其妙有一个同学就过来指着我说：“你家鸡饲料里放激素了。”给我说愣住了，没放，但是我慌了。我说：“对呀、激素咋的了？鸡爱吃素。”哎呀，这段剪掉。我问鸡了，我说往你饲料里搁点激素行不？这个鸡说：“哎，搁。”哎，我知道你们想扣我钱，但是我爸说这个谐音梗可以讲，蛋总允许了。当时是2006年，那个年代太神奇了，就咱家养鸡能养出优越感，能养出自豪感，能养出禽流感。鸡全死了，死鸡是1分钱不值的，因为村里人不敢吃，老乡不敢吃老乡鸡。都死了是因为我爸他不会治，他当时用一个偏方在鸡饲料里放鸡蛋。我说这是干啥呀？鸡蛋是鸡的宝宝啊！你想让鸡吃完有什么反应？鸡说：“哎呀，吃饱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鸡质问我爸，鸡说：“你刚才往我饲料里放啥呀？”我爸说：“吃的是宝宝辅食。”这个让鸡吃鸡蛋，这不就相当于《封神榜》里那个姬昌和伯邑考吗？我说：“啊，爸，你这个养鸡大王是纣王啊！”一夜之间破产了，就是咱家从婆罗门变成了穷门。我都想让那个别人给咱家捐款，但没有渠道，那个年代还没有水滴 chill。太逗！我爸真的完全不会治，一点医疗知识没有，他就是用4天血给鸡打针，用4天血给鸡吃药，他是那种4+4，所以他不会治。不会治，一夜之间破产了。所以我觉得人生真是无常，很多事儿说不准。要不是因为禽流感疫情，养鸡王子不可能在这儿取悦你们这些老百姓。就说实话，这个比赛我也不是太在乎，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大王和养鸡大王一样，都是虚王。当大王又能怎么样呢？都跑对面去了。有的大王都不讲脱口秀了，
有的大王都不能讲脱口秀了。哎，就剩一个呼兰在股市里被资本家像猴子一样戏耍。对面节目的大王甚至就是猴子。所以我真不理解，就我的朋友们为了这个节目写稿到累吐血了。我说你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呀？就算节目组跟我说，他说高寒，今年我们就让你当这个大王了，我也只会说一句可以。我爱当我适合当大王，因为我不会因为这个东西迷失。我知道这一切不过是梦幻泡影。我当大王那一刻一定会想起咱家最辉煌的时候，2006年。我爸在高丽坊镇养殖户表彰大会上得到了养鸡行业的最高奖项金鸡奖。他是那年的金鸡奖最佳饲养员。我看着咱家养鸡场非常大，所以我感觉它永远不会倒塌。但那天我在养鸡场里听到几只鸡咳嗽，我没听过鸡咳嗽，我只听过企鹅咳嗽，在 QQ 上。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从小就跟腾讯有缘。哦，哎呀，要不得，要不得呀！然后鸡就开始疯狂地掉毛。咱家鸡是养在一个悬空的架子上，是白羽鸡，羽毛是白色的。一进养鸡场，我吓一跳，我说妈呀，下雪了！2006年的第一场雪，是咱家养鸡场里下的鹅毛大雪。一夜之间，1万只鸡全死了。那天我爸没睡觉，他在养鸡场发了一夜呆。第二天早上我过去找我爸，我说爸，咱们的人生还有希望吗？我爸说，有鸡毛啊。讲到这，谢谢你们。来，高寒，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高寒。邵刚老师，我刚才想说一下，这个刚才你们在很快乐的看演出，中间有2、3分钟，我经历了我人生录这一类节目最艰难的2、3分钟。你怎么了？没注意？我从后边拿水喝，不小心把这个美团的牌子撞倒了，然后我慌得要死，出了很多汗。因为上一季他表现一般，我觉得可能我拍不了灯，然后我就想，结束的时候我要说明我这个不是我拍的，起来真诚地跟他道歉，甚至鞠个躬，不惜露出我的秃顶。然后我做很多这种想法，结果他很给力，很争气，就后边一个梗接一个梗，最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是天意。哎，我想说句话，来，高寒，我想这么的，我放弃这10票，让罗老师给我鞠个躬。开玩笑的啊，开玩笑的。哎，别，老师，别，老师，别，老师，no，坐下，不能管点孩子，不能管点孩子，坐下，什么玩意儿？坐下。首先，别，老师，别，我开玩笑。我有更好的建议，就是说我保留这10票给你鞠个躬。完了，就会太乐了。哎，高寒，假设啊，刚才和你 PK 的是贾浩，哎，你觉得你俩谁赢？他赢，因为浩哥是这样，他的表演节奏很成熟，我的节奏比较生疏，我上去用生疏的节奏接他成熟的节奏，我就接不住，观众就是有点烦我，他感觉你这个人讲的太新了。张老师，哎，浩哥，高寒他私下不是这么说的大白亮，他昨天在化妆间当着另外几个新演员说，我这季想打贾浩，被我听到了啊！你把你昨天说的话说一下。
那其实我昨天说想打的贾浩算咖位比较小的。节目组可不可以安排下一轮我俩打一下啊？哎，你是不是小时候被鸡多过呀？这多过你啊！高寒，为了安全，去旁边休息一下。我赶紧跑，我走了。高寒看起来是很混不吝的，很不在乎的，然后特别无所谓的，拽拽的那个劲儿，但是，那个梗一个接一个就表现得非常好，所以高寒是感觉很惊艳的。要和高寒1v1 PK 的，听名字呢怎么了？很显赫啊，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人如其名的。掌声有请小四爷。小四爷。大家好，我是小四爷啊。谢谢啊。我是个穷二代啊，我现在在上海租房住。前两天我室友突然跟我说，觉得住在上海这种钢筋水泥鸽子楼的房子住起来很压抑，想住海景房。我说你也别光聊天，你继续喝。我觉得这种房子挺好的，因为我来自小山村，小时候家里住的房子太破了，站在屋里你能看到盖这个房子所有的原材料，全都露出来了，石头、泥、芦苇干啊，墙上挂的大白也不能叫大白，大概白。这墙不光烂还潮，动不动就发霉，尤其梅雨季节，我家墙每天都有新的 OOTD。每天我都想给他们发 TD。为了遮住这些烂墙，我爸也会往上面贴旧报纸什么的，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会贴一些不太恰当的成语典故，持之以恒。我说爸，咱们家这么破，还要持之以恒吗？那你可真是无恶不作。但是贴了也持续不了多久，贴一层烂一层啊！我爸又在持之以恒上面贴了世界地图。我10岁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世界烂透了。墙不光烂，还有很多缝隙，所以我家深受动物们的喜爱。屋里不光有老鼠，还有壁虎、蝎子、蜈蚣啊！他是我家的外来务工人员。黄鼠狼也经常来我家，虽然动物多，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因为我后来发现，壁虎吃蝎子，老鼠吃壁虎，黄鼠狼吃老鼠。你们敢信吗？我家居然有一条食物链。不过我爸经常打破这条食物链，抓蝎子炸着吃。刚看到的时候我也很震惊，我说爸，你吃蝎子，那壁虎吃啥？我爸说没事啊，壁虎能吃蚊子啊。我都安排好了。所以我们家经常吃蝎子，确实挺好吃的。长大之后才知道蝎子一直都很贵，现在一查要600-700块钱一斤，我都不敢算。我爸一算，一家4口20多年，吃掉上海一套房。家里确实是太破了，所以我就看不得一些凡尔赛文学。就比如以前学课文，刘禹锡写的《陋室铭》，我就特别不能理解。我说这哪破了？他只是说了一句斯是陋室，也不说家里哪破。就开始唯吾德馨。说什么外面的草色入帘青，这也看不出来你家里哪破呀？对吧？你家要真像我家那么破，你能忍住一句话不说啊？写到后面，刘禹锡自己都怀疑，还问说何陋之有？我说对呀，我也想问你啊。
何陋之有啊？要不你来我家看看呐？我家太有了。我觉得刘禹锡要是先来我家再回他家，他写不出陋室铭。要先来我家再回他家一看，他说哟这阿房宫赋。当然大家不要误会，我也不是因为我家破就很骄傲啊，也不是这个意思。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我还是挺自卑的。我只会和一个村的同学玩，因为一个村呢，他们早就知道我家有多破了。对，他们家住的都是楼房，但是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还是有点自卑。虽然他们也不会说我家破什么的，但我知道他们只是看破不说破。所以我就不想让任何人来我家。但我也是没想到，有一天英语老师突然拉个电视说来修电视，我爸会修电视，我觉得让老师知道我家这么破真的太丢人了。但我觉得老师好像，他应该只是知道这家人会修电视，他不一定知道这是我爸，对吧？啊，所以我说老师啊，你也来修电视啊？那你先修吧，啊，我先走了。结果老师说你爸给你修电视还要排队啊？啊，我说啊，对啊，确实不用排队啊，那我插你前面了啊。我原本觉得我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已经很惨了，直到有一天我听我爸说，这个房子不是我家的。我家没有房子，这房子是我舅的，借给我们住的。哎，我当时就被这个破房子弄破防了。我说爸，那咱们家有什么？这个床是咱家的吗？不是啊。那柜子呢？也不是啊。我说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也开始不是了。我说那你们在社会上打拼这么多年，你们打拼出来什么了？该不会只打拼出来一个我吧？所以我就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能住的房子，我也一直在催我爸盖房子。最开始没盖房子，确实是因为没有钱，但是有了钱之后，我爸也不盖，他一直在犹豫，到底是在村里盖，还是去集镇上买，或者凑个首付，干脆去市里买。哎，所以你们能想象吗？我们家在那个破房子里面住了那么多年啊，居然是因为选择太多。不过前2年我家终于在村里盖了新房子了，啊，盖的确实有点晚了。就我8岁的时候想要的玩具车，你20岁的时候再给我已经没有意义了。啊，想要的房子就像罐头一样会过期。啊，因为我现在想要上海的别墅啊。盖的确实有点太晚了，所以我对我爸其实是有一些怨言的，就体现在比如说他现在总是催婚，但我不想结，我完全就有理由回应他啊。他说你不结婚，那我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怎么办？那就像我小的时候一样自卑不就行了？我讲完了，感谢各位。冠军！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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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四爷锁票倒计时，来，再次热烈的掌声！厉害厉害厉害！我最喜欢就是他那个小四爷怒怼刘禹锡那一段，太绝了，太精彩了，就太有画面感了。咱们4个是一起拍的灯吗？对，他这个何陋之有。你知道我一直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恶趣味，我特别喜欢就是重新解读我们小时候学的所有的课文、所有知识的那些梗，我特别喜欢。还有，我觉得小四爷是第一个，就是你从第一句开始就基本上赢得了我，你基本第一个梗开始就一直越来越炸。对，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牛的一点。唱歌有一种叫开口跪嘛，就第一句直接就炸了，然后他就这个效果。但是他更厉害的是，因为他第一句抓到你，他后面就要更厉害。对，而且他的谐音梗也一点都不 low， 他中间有2个谐音梗。何陋之有，对不对？一点都不 low， 何陋之有啊，何陋之有。
完了，我还想说一句是这场是很罕见的一次穷二代和富二代的大 PK。然后我们在这个脱口秀的历史上，一般都是穷二代会胜出啊，是不是？这个大范围的观众会感情上对穷二代更认可，或者怎样？我觉得完全不是。今天虽然高寒在我心目中也是当之无愧的决赛级选手，但我觉得还是比他略逊一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想警告一下，留给中国富二代选手的时间不多了。你们如果不努力的话，会被穷二代彻底淘汰。对，非常牛，非常牛。谢谢。你是从哪年开始演？对，怎么就开始啊？最早就是觉得大学毕业可能找不到一个好工作，然后挺喜欢脱口秀的，你知道，所以就想想试试能不能来讲脱口秀。但是我当时在上海是完全是个新人，也没有上台的机会。然后当时得感谢四笑喜剧老板，他说让我去应聘那个就是在门口检票可以给上台机会，所以感谢四笑喜剧，感谢。现在的房子好了吧？啊，对，前2年家里盖了新房子了。它其实是我人生前20年最大的一个烦恼，因为我的人生前20年都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度过的。今天带你们去看我住了20年的那个老房子，需要先坐3个小时高铁，然后搭公交车到隔壁的那个镇，大概2个小时。因为我们镇没有通高铁，也没有公交车站，所以最后一程是我爸开3蹦子来隔壁镇接我，然后3蹦子再坐个半个小时40分钟，就可以到我们村里了。看一下，对，这就到了，就是这个房子啊。陋室铭，唐，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因为那边有山，这就是村里唯一的出路啊。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你看这全是缝隙，所以老鼠还有各种动物爬进来非常容易，你知道吗？这边本来有一张床，就是我和我爸睡在这边。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肯定当老的都希望早点结婚，相当于我的终身大事就完成了。对，老的都是这么想。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腕耳，无案牍之劳形。一进门，我爸可能觉得这墙太破了，所以他就把我们奖状还有挂历贴在上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窗户，我爸他也住了20年，他也20多年，他也不装玻璃。好。孔子云：“可陋之有。”你之前上过其他的线上节目吗？3年前我就上过，是脱口秀大会第5季，啊。对啊，是海选还是进了节目？进了节目，然后一轮淘汰吗？对，表现很差，所以记不记，所以很正常。哎，那年我有吗？没有，大张伟老师在。哎，对了，我就知道到我这儿了。等半天了，我说我怎么走啊？这个地儿，这还说都有这么多光啊。你有印象吗？哎，我叫那车到了是不是？哎，是不是我这边没有？哎，但是也得这么说啊，就是说那个，对，然后那个什么？什么？咱不能说今天的进步是不是过去那个没有今天这么精彩？其实当时是因为没有讲好，初茅庐是吧？当时是1年吧，当时第1年。对，还不到1年，还不到1年那时候。所以大老师当时没给你拍灯，对吧？对，是的，啊。你说重点，咱就是说常驻到现在，只剩我这一人就开始捣鼓以前的事儿，是不是？没事，以后拍灯机会还有。对，就是希望老师。谢您吉言啊！哎，我特别想听听咱们这位先生高寒。
你觉得怎么样？其实作为一个同行来说，我前2天听小四爷开放麦嘛，我感觉如果他把那个河漏之友这段放在收底的话，我一个同行觉得啊，他的票数可能会更高。但是我怕他把我赢了，我就没跟他说。我觉得高寒不太懂创作，就哦，技术加油！说对了，他还不懂礼貌。2位来了，请在位置上站好，我们来要看票数了。他们的票数是还可以，挺满意的，因为几乎不紧张。比我想的好吧，但是其实我感觉段子没有去年的段子好，但是我的状态可能变好了。差4票，4票。大老师，你用了你的等等灯。对，必须的。恭喜小四爷、高寒进入到晋级区，掌声送给2位。你可以了，你下去。高寒太欠了，他就让我想起来我以前招人讨厌是我的一种快感。让高寒的梗给我炸醒了，就意难平直接给你来了一个不讲道理的一个东北破产文学，太厉害了，有鸡毛啊！然后小四爷，我第一次看到4个字能亮4盏灯，河漏之友。2个神经病遇到一起的感觉，就脑子可能有点傻，但是人格是机灵的，是有幽默感的。他俩只是最真实的人，因为脱口秀演员在台下永远是互相呛的，永远是互相刻薄的，永远是互相嘲讽的。那我要这个全村的希望，全村的希望，因为他这个有点跟我撞了啊！我是这个全村的希望。这2个农村人那能行吗？我必须得把他给整掉，让这个节目只有1个农村人。你家叫啥吧？哪是镇子上吗？不是村里啊。什么村？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下楼镇乔河村。那你输了啊！我是永安村一组的，我比那个我们屯我们叫葫芦头的屯我在村下面还有一个这个行政单位。反正我也是村里最底层那种。不是啊，你没有我农村啊，我比辽宁省鞍山市泰安县高丽房镇永安村一组。你家种的是啥？小麦、玉米。咱家种的是玉米跟水稻。这个还有什么可比性吗？麦稻之争。就是道义有道。不要吧。